在希腊本土北部的色塞里地区，有一座临海的城邦伊奥尔科斯。这里的王权原本属于伊森，他的母亲 Tyro 曾与海神 Poseidon 结合，生下同父异母的儿子 Peleus。在 Tyro 后来的婚姻中，他长期遭到祭司 Sidero 的虐待。成年之后， Peleus 为替母亲报仇而追杀 Sidero。Sidero 逃入 Zeus 的妻子 Hera 的神殿中寻求庇护， Peleus 却无视神庙的禁忌，最终在那里将其杀死，犯下了亵渎 Hera 的重罪。从此以后， Hera 对 Peleus 产生了恨意，并将他视为必须被清算的对象。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一连串围绕王权、复仇与牺牲的悲剧开始在伊奥尔科斯展开。Peleus 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发动了政变，篡夺了兄弟伊森的王位，并屠杀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伊森的后裔，以此巩固自己来路不明的统治。就在这场清洗发生之际，伊森的妻子 Alcmede 刚刚生下一个男婴，取名 Jason。 为了保护儿子，他先假装孩子已经夭折，然后又悄悄把他送离城邦，交给半人半马的贤者开伦抚养，只为了换取儿子的性命。与此同时， Peleus 在神谕中得到了警告，要他提防一个只穿一只鞋子的男人。多年之后，长大的 Jason 为了参加父亲的祭奠仪式，踏上了返回伊奥尔科斯的道路。途中，他为了帮助由女神 Hera 化身的老妇人过河，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一只鞋，因而获得了 Hera 的青睐，在今后的人生中得到了女神的种种帮助。于是，只穿着一只鞋的 Jason 走入了伊奥尔科斯。他向 Peleus 坦然表明自己的身份，要求恢复本该属于自己的合法继承权。Peleus 则借口让 Jason 证明自己配得上王位，让他前往遥远的科尔基斯，夺回神遗留下来的圣物黄金羊毛。黄金羊毛象征着王权的合法性，也是重夺荣光的唯一筹码。就这样， Jason 召集了一群英勇无比的战士，驾着留名史册的阿尔戈船，乘风破浪地启程前往科尔基斯。科尔基斯位于黑海东岸，那是一片群山、森林与矿脉交错的土地。对古希腊世界而言，那里几乎处在文明的边缘。它大致位于今日高加索山脉南麓，属于格鲁吉亚西部一带。统治这片土地的是 Aedes， 他是太阳神 Helios 的儿子。Aedes 以多疑、严苛和高度防御著称，他守护金羊毛，将其视为神意与王权不可分割的宝物。Aedes 迎娶了海洋女神 Idea， 两人共育有3名子女，其中一位便是 Medea。Medea 是一位天生具备巫术才能的公主，擅长运用药草与毒物。然而，由于她的祖父太阳神 Helios 曾在诸神纷争中泄露秘密，触怒了爱神 Aphrodite， 使她长期承受来自爱神的敌意，因此 Helios 的后裔都难以在爱情中获得善终。Medea 的命运也成为了这个诅咒的延续。当 Jason 和阿尔戈船的英雄们历经重重险阻，终于站在科尔基斯王宫之前时，为了促成这场行动，婚姻女神 Hera、智慧女神 Athena 与爱神 Aphrodite 达成一致，授意另一位爱神 Eros 出手。Eros 奉命射出一支无形之箭，深深刺进 Medea 的心脏。于是 Medea 在宫廷中对 Jason 一见钟情，无法自拔。Jason 向科尔基斯王 Aedes 表明来意后，自然遭到拒绝。Aedes 不可能交出象征神意与王权的金羊毛，于是便对 Jason 设下3项几乎必死的试炼：要驯服喷火的青铜体火牛，要以火牛离开神圣之地，还要将龙牙播于土中，与大地里诞生的武士作战。Jason 再次陷入绝境。与此同时， Medea 也在爱情与家族之间承受着同样的撕裂。最终，在命运的推动下，他选择了爱情。他与 Jason 暗中相会，袒露心意。Jason 也立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以承诺作为交换，发誓若能成功，必娶她为妻。得到应许后， Medea 取出魔药，并详细告知 Jason 使用之法。凭借这个魔药， Jason 毫发无伤地完成了3项不可能的任务。
而梅迪亚的父亲却损失惨重。在 Hera 的提醒下，梅迪亚察觉到父亲已经意识到了他在暗中相助的真相，便立即通知 Jason 和阿尔戈船的英雄们带上自己逃离。临走之前，他又施展巫术，使看守金羊毛的神兽陷入沉睡，让 Jason 得以将金羊毛盗走。失去金羊毛的 Aedes 震怒不已，率领儿子 Absurdus 与士兵展开追击。为了阻断追兵，梅迪亚在途中又杀了自己的兄长 Absurdus， 还将他的尸体肢解，一块块丢入河中，迫使父亲停下来捡拾，为逃亡争取了时间。他们最终得以脱险。然而梅迪亚残忍的弑兄行为也因此触怒了 Zeus， 使得他们在归途中失去了方向，流落于未知的海域。最后 Jason 终于带着金羊毛返回伊奥尔科斯时，理所当然地向篡位者 Peleus 要求归还本应属于伊森一脉的王权。然而 Peleus 并未兑现承诺，他既不愿承认 Jason 的合法继承权，也不愿主动退位，一直用拖延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有一次 Jason 看到自己的父亲 Ethan 年老体衰，已无法出席庆典，心中十分不忍，便请梅迪亚出手相助。梅迪亚收集了伊森体内的血液，加入特制的魔药后，重新注入其身体，使衰老的血液获得新生。Aedes 因此恢复了体力与青春。这一幕被 Peleus 的女儿们亲眼目睹，使他们心生羡慕。他们同样恳求梅迪亚，希望自己的父亲也能重返年轻。此时 Hera 对 Peleus 的恨意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在他的暗示下，梅迪亚当着 Peleus 女儿们的面施展巫术，将一头年老的公羊肢解煮熟，随后让它重生成为右手。这一幕彻底打消了他们最后的迟疑。于是 Peleus 的女儿们照样行事，亲自将父亲肢解投入沸腾的锅中，然后天真的等待着奇迹的降临。然而梅迪亚并未在锅中加入任何草药，就这样Peleus 被自己的女儿们亲手杀死。但由于 Peleus 在生前始终未承认 Jason 的合法继承权，王权最终落入他儿子手中。梅迪亚因为在事件中难以脱身， Jason 与他只能被迫离开伊奥尔科斯，带着尚未兑现的王位再次踏上流亡之路。离开伊奥尔科斯之后， Jason 与梅迪亚辗转多地，最终在科林斯定居下来。在那段岁月里，两人过上了看似平静的生活，他们建立了家庭，也有了孩子。梅迪亚在这段时间里不再频繁动用巫术，他们的生活显得安定而幸福。然而此时的 Jason 却并不满足，柯林斯强大而排外，对流亡的英雄与异国女巫始终存有戒心。他徒有夺得金羊毛的名声，却没有王位，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城邦。而梅迪亚外邦人的身份也使这个家庭难以真正融入柯林斯的生活。 Jason 开始为自己也为孩子们的未来感到不安。对他而言，生存逐渐变得比过去的承诺更加现实而迫切。恰巧此时，柯林斯国王 Creon 看上了 Jason 英雄的身份，并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只要 Jason 迎娶自己的女儿，便可获得权力与地位，成为柯林斯未来的领袖。面对诱惑， Jason 选择欣然接受。对他而言，这是重获权力的难得的机会，但对梅迪亚却是彻底的背叛。他曾为 Jason 背弃父亲，残杀兄长，断绝了所有的退路，如今却被当成累赘，弃之唯恐不及。而 Jason 则是这样解释的，他说自己并不是抛弃梅迪亚，更谈不上背叛。那段一起逃亡冒险的岁月已经结束了，英雄不可能一辈子活在船上，现在摆在眼前的是婚姻与孩子的未来。他需要一段被承认的婚姻，一个能让家族立足的身份。他也承认梅迪亚曾经帮助过他，但他说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自愿跟他离开故土，自愿动用巫术，自愿承担后果的。他从未强迫过他，因此这些行为不能变成他此后一生的负担。接着
他反过来告诉他，真正被成全的人其实是梅迪尔，若不是因为他，梅迪尔现在仍留在遥远的异邦，永远不可能进入希腊城邦的世界。是他把梅迪尔带到了文明之中，给了他生活的空间与孩子的未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并不亏欠梅迪尔，反而也已经付出。最后他说，这样的安排对所有人都好，新的婚姻能保护他们的孩子，也能避免他这个外邦女子在城邦中承受更多的敌意。他希望他理解，这不是残忍，而是理性，是为了将来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为了让婚事顺利进行， Creon 在 Jason 的默许之下，下令驱逐梅迪尔，要求他立刻离开柯林斯。在被逼至无路可退之际，梅迪尔开始重新审视一切。他意识到自己失去的不仅是过往，更是未来。Hera 也因 Jason 违背了不会背叛梅迪尔的誓言，收回了对他的喜爱与庇护。梅迪尔并未当场反抗，他表面顺从，请求多停留1天时间，为自己安排后路。Creon 答应了这个请求，而正是这短短的1天，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表面上，他安然接受命运，以祝贺为名，送给了新娘一套华丽的嫁衣与金冠，却将致命的毒素嵌入了金线之中。婚礼当日，新娘穿上嫁衣，不料却燃起了无法熄灭的熊熊大火，毒焰沿着肌肤蔓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新娘焚为灰烬。Creon 为了拯救女儿冲上前去灭火，也一同葬身火海。父女2人当场化为焦土，但这仍然不够。随后梅迪尔回到家中，在 Jason 醒悟赶来拯救孩子之前，他不顾孩子的哭救，亲手杀死了他们。当 Jason 听着孩子们的惨叫声，满目疯狂地冲入时，看到的只剩下自己骨肉的尸体。而梅迪尔已乘着祖父太阳神 Helios 的金龙战车高悬于空中。他冷眼俯视 Jason， 对他预言自己不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而 Jason 终将在曾经引以为荣的阿尔戈船边孤独而死。说罢绝尘而去。果然 Jason 的结局与他曾经的荣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失去家庭、孩子与政治联姻之后，他再也没能重新获得王权或地位。晚年的 Jason 孤身一人，流落于港口与船坞之间。最终有一天，腐朽的阿尔戈船残骸分裂坠落，击中他的身体，结束了他的生命。而梅迪尔在脱身之后来到了雅典，与国王 Aegis 结婚，并生下一子，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然而当 Aegis 失散多年的儿子 Caesar 回到雅典时，梅迪尔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继承权，又试图下毒杀死他。结果 Aegis 在最后一刻认出了亲生儿子，及时阻止了梅迪尔的行凶。这也是梅迪尔一生中唯一一次失手的谋杀。也许这也是因为 Hera 已经完成了复仇，不再介入梅迪尔之后生活的原因。阴谋败露后，梅迪尔只能再次离开，带着自己的儿子远去，从此消失在了希腊神话的故事之中。欢迎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神话4，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订阅，您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谢谢。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